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是老乡，也是大学同学，在一起相处快2年了。一开始相处的挺好的，可是现在感觉我们俩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交流也越来越少，彼此个性又特别好强，冷战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缺乏沟通的感情，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觉得我俩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互相不能理解，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问题，相处起来就越来越吃力。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放下所谓的面子，好好沟通，能够相互理解着去相处。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鹏来自甘肃，21岁学生，来有请小鹏，有请。女嘉宾小王来自甘肃，21岁学生，来有请小王，有请。欢迎两位啊哈，同学是吧？是。谈了几年2年多吧。今儿为什么来呀？今天呢，主要是我想来。在一起也经历了挺多的啊。一起曾经也有过快乐的时光啊。但是这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矛盾，也让我们两个心里也不舒服。这不最近又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就是吵架呀、冷战，但是我也不想放弃这段感情，想挽回一下。发生什么冷战了呀？在外面出去玩了一天，然后回学校途中看见有个买地瓜的，然后我就说啊想吃地瓜，然后就过去买了一个地瓜嘛。放作平时这种东西他都是不会吃的，所以我也就用惯性的思维。我那次不吃呀。行，当时我第一句说了一句，我很惊讶，说啊你也吃吗？我说之后，你的反应让我感觉到你今天是想吃地瓜，然后我马上知道我说错话了，我就哄着说，我说没事没事，不是买了一个嘛，咱俩一人一半不也行嘛？然后你给我的态度是，听到你不想让我吃，所以我也可以不吃，你自己吃吧，是吧？可是你说这个不吃，你是带着情绪的，你带着情绪说着不吃这个话，就让我觉得我这个女朋友在你心目中是一个自私的人，不会想着。我从没觉得你在我可是当初你是带着有情绪的话说，你是带着那种情绪说你自己吃吧。你可以尊重我一下，让我先说完吗？行，你先说。你当初说那个，我不吃，你自己吃吧。你这句话是带着情绪的，你可以仔细想一下，如果没有带着情绪，我干嘛无事生非是吗？不过我当时觉得没事嘛，这就小事，就一口吃的嘛，也不算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就哄了你3次吧，3次，事不过3呀。我觉得你是不尊重我，你直接把它扔进垃圾桶里了。行，你想一下，不尊重你之前我干了什么？我在一路上面一直在哄你，我说没事没事，你吃嘛，我又不知道你不吃这个东西。说你自私啥的，是吧？后来呢？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后来我扔了之后，他也没追过来，或者说是拉着我的手说哎，你干嘛扔了？你不吃你给我呀，他也没说他然后把我给他的那一半自己也扔了。我肯定不能再吵架呀，是吧？不是，我最生气的就是咱们两个从买了那会儿买了地瓜之后，感觉有点气氛不对的时候，走了10分钟的路程。他就一直没有跟我说过话，3句话，唯一的3句话还是我跟他说的。我说你要不要吃口呀？你要不要吃点呀？我真的不知道你今天要吃地瓜，还是我说的这3句话。他是从头至尾一句话都没跟我说，也没有看着我。包括他跟我说你吃吧，我不吃这句话的时候，他头也是别着那边的。吵完架之后，心里肯定也不舒服嘛，是吧？要在平时的话，我和他聊的也挺多的，每天都会把彼此发生的一些事。对啊，那我想问，为什么你吵架的时候，难道吵架的时候我就不是你女朋友了吗？这个学什么专业的姑娘？法学。你不要把那个庭上的那些东西带到生活里嘛，好不好？那倒也没有，我觉得庭上那点东西在感情中，我觉得在感情中是多了一点理性，但并不是说纯粹的理性，我还是很感性对待我们的感情的，因为我知道恋爱中并不能像平时那样。他也跟我反映过这个问题，说不要把你上课那种思维带到我这儿啊。然后我说这方面，他也肯定会给我打断，说德别说了。然后我肯定也会识趣的，毕竟都这么大成年人了，是吧？
自己肯定心里有数。还有就是他老让我监督他的学习，但是我想，这都大学生了是吧？然后都是成年人了，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也有所规划是吧？也没必要我去监督呀。但是他说过，每天早上我叫他起床，比如说这6点半，按时叫他起床，我一般都会6点10分、6点20分对个闹钟，然后我自己先醒来，然后准时给他打电话叫他起床。但是吧，学习的时候我也发现他老玩手机，感觉这是我对他勉励不够呀，小虎。这是在谈恋爱吗？当然，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想声明一点，就是我是今天才知道。让他早上叫我起床，他会提前把闹钟对5分钟到10分钟。我现在知道这个，我是挺感激的，我也挺开心的，觉得自己有点幸福啊。当然，我让他早上，我让他早上幸福，这是肯定有的，不幸福肯定也是存在的。如果说是单纯的幸福，我今天也不会站到这儿。是哲学家啊，来，哲学家。然后呢，当然我让他对闹钟叫我也肯定给自己对闹钟，我不可能把我的希望全部交托他，是吧？我之所以让他监督我学习，就是因为在我的学习中，让他觉得他是我学习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让我们觉得我们彼此是在一起的，可以有那种1+1等于1的感觉。让他感觉到我的优秀中有他的一部分的努力，让他感觉到那种成就感。我觉得我这是。出发点是为了我们的感情的牢固。但是这些我也都跟你说过呀。就算我们以后结婚以后走在一起，也会让他觉得我们曾经一起努力过。我觉得这些，如果说我当初这个出发点让他现在觉得他是成为了他的负担，也成为我们感情中的不愉快，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和我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好，等等，我直接问吧。哎呀，绕死我了。你监督他学习是你的负担吗？不是负担啊。OK 了，这件事过了。那你现在说什么？啊，行。好，接着提，快，借这个机会，快。你说的这个事情，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之前不是应该不是他说吗，姑娘？不，让他说。他让我唤起了曾经的那种美好的回忆。不，很扎心。扎心啊！你知道吗？扎心吗？他现在就老抱怨他上学期吧，一直就抱怨我说。我们2个不像正常男女朋友，说他和我在一起感受不到普通男女朋友之间那种快乐，说我陪他时间少，不陪他吃饭，不陪他散步。在同一所学校，1周也见不了几次，你1周也见不了几次，那说明1周最起码见了几次是吧？我应该庆幸，我很庆幸，比起那些异地恋的朋友，我觉得你和我太幸福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网上聊天，我就感觉他在和现实中感觉就是2个人不一样这种样子。是。那你也没有跟我明说，让我现实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也不能要求你做。不，等等，先别辩论，先说事实啊。你刚才说很扎心，是怎么扎心的？他就这么说，然后天天就说的我好像不在乎他，他在我心中没有地位，好像是。你在不在乎他？在乎呀，如果不在乎，现在站在这儿干嘛？我还会受他的邀请说站到这儿吗？我在这儿瞎浪费什么时间？哎呀，你这个孩子绕死人了！谈个恋爱谈得好累，累不累？他就是觉得说实话累不累？有点吧，但是享受幸福还是挺多的。幸福感啊！来，你还要说扎心的事儿吗？你要不说我就让他说了啊。让他说吧。你说吧。扎心的一次就是你扎心还是他扎心？我扎心。是他扎了你的心是吧？对。哎呀，那次我迟到了3分钟，我让他等我3分钟然后他就不等我，然后他就让我写那个1314个字的检讨。为什么是1314个字？代表一定的寓意吧。我是等够了3分钟，走了之后才给他发的，并不是说。时间一到，我连1分钟都没有等，我是等了他，而且单纯的写检讨不是因为他迟到了，而是我看中的是他迟到了，为什么给我没有说清事由？我当时不会看表面现象那么肤浅的生气，我是看到这件事情之后，你为什么没有给我说理由？我给你道歉了呀，我说下次肯定不会再这样的事了，但是之后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是吧？那就说明检讨写的很给力啊，见效了。以后没有发生过之前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他后来又让我写5210个字，啥意思呢？
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那天我熬夜熬到了，不是你5210这个字，你都写些什么呀？等一下，你写的那陈述我的错误吧5210个字，就你的那文采，还是我给你改了之后的？你还改检查呢我？要检查呀，不然让我觉得他又无不是所谓了。检查啥呀？检查他里边把他那些错误有没有写进去。不就迟到了态度3分钟吗？不，我说了，我在乎的不是这3分钟，而在乎的是他的一个态度。不是态度怎么了呢？道歉的态度不是带着点轻浮。道歉，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清事由，说是其实那件事情的不是道歉的轻浮，真实是那样的啊，你要把这个事情先要理清楚。是你没理清楚。不是，你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而已。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也没有问。来，我问一问姑娘，那天到底她为什么迟到了呢？这个迟到原因啊，就是刚开始嘛，那个自习结束之后，我有几本书是放在他那儿了。我晚上回去的时候，我要把书带回去，第二天要急着用。然后我问他，他说他方便，他可以在我下自习的时候给我带过来。结果下自习之后，闭馆了，人都出来很多，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孤零零站着，好像左望望右望望，就是自己望不见自己要等的人一样。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他突然发一句消息说：“我刚打车，你稍等一下。”我就问我说：“你干啥去？你不是在学校？”然后他就支支吾吾的说：“我今天和朋友出来吃个饭。”其实这个是他可以提前跟我说的，如果提前跟我说了之后，我肯定不会让他两面为难的。你在外面跟朋友一起，你就要玩的开心是吧？我不会让你。差不多的。你当初算的是吧？打车难道你知道什么叫预算吗？后来就因为这个，他跟朋友在一起吃饭，晚了3分钟，是不是这意思？嗯。我问清楚没有？合适。合适了啊。嗯。咋写呢？这都。5000多字怎么写？我这搞不清。没事，电子版的。啊，那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呀。啊，我熬夜到了。不是你错在哪儿了？你能告诉我吗？不应该迟到吧？当然，这个问题我也是很注意的。就是那天打车确实司机过来的晚了，我也。那应该让司机先检查呀。不，这也不能怪司机，这主要确实。这怪谁呢？怪我。还有就是一个，现在我们俩都选择考研嘛。都考研，对，考研就面临这个城市和学校的选择啊，包括这个专业呀，就是感觉可能他给我的一个答案就是，本来是要约好差不多考最起码同一座城市嘛，但是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要和我分开的那种，就是在这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一点分歧。就是两个人要考不同城市的学校，是这意思吗？啊，对，啊，是这样吗，姑娘？这个之前的话跟他一起交流，有过最起码考同一个城市的学校研究生这种想法，可是后来吧，我就觉得没必要了。尤其这几次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干嘛把我的未来也跟他牢牢绑在一起啊？现在过得这么痛苦的，以后要是绑在一起，痛苦的还是自己。我就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的以后也现在那么肯定的绑他，而且。出于理性，出于本分，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是一定要和你考在某一个城市某一所学校吧。是这个难道不是要看情分吗？听懂了吗？听懂了。啥意思？我没听懂。看我以后的表现吧。当然，今天来这儿的主要目的就是能够调节一下我们的关系。我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毕竟2年多了嘛，相处也不容易。彼此也确实心里也放不下了，是吧？不是，是你放不下还是他放不下？我放不下。那个，我能问点其他的问题吗？可以。你喜欢他吗？问的不严谨。毋庸置疑。毋庸置疑啊！毋庸置疑是什么意思？如果不喜欢。我为什么跟他处了2年？如果不喜欢，我为什么站在这儿？对，这问题问废话啊！接着再问啊，问废话你体谅啊，这个是得让人体谅，你知道吧？就那个你喜欢他什么呀？这个要从我们认识开始说吧。就是说喜欢他吧，就是刚开始我不是要辅修另一门专业，要辅修一个专业嘛，然后就去他们专业蹭课。他给我借了书，然后就有点印象了。后来在图书馆自习的时候，就隔三差五老能碰到，我就觉得
这个同学挺认真的，应该是个学霸吧。后来阴差阳错的，反正留了联系方式吧，就线上大概也互相了解一下。他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同学他对自己的未来真的是挺有打算的。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兴趣爱好也挺吸引他的。你喜欢什么？就挺安静的吧。我记得我那时候写诗词，发一些诗词之类的东西，他就老点赞，他还评价一番。然后平时也练书法什么的。后来他说也想让我带他学，然后就一起买了那个字帖。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然后后来也就觉得，在学习上面，在能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还能遇到这么懂自己的人，这么理解自己的人，我觉得太幸福了。他懂你是吧？对。那是以前，后来慢慢处着吧，就觉得这个人性格有点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老喜欢沉默。然后就每发生一件事情吧，他就沉默啊沉默，然后他在沉默中继续沉默着，我就在沉默中爆发了。好诗意啊！他是你初恋吗？是吧？以前没谈过哈？没有。没有哈。所以这个男生其实在你心目当中还是有些地位的，是吧？有分量。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啊。评价一下你女朋友。她最开始吸引我的地方，也就是她在学习这方面确实也挺认真的。然后她这个兴趣爱好也挺广泛的。像琴棋书画，也都涉猎一些，感觉都挺好的。她爱上了一个才女是吧？对对对。她给我当时一个感觉就是挺好的，然后就这样。她今天来，我们知道来干嘛？那您来干嘛呢？我想看看他的态度，看他是不是还会一直沉默下去。如果他再沉默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也该收起自己为了他改变的那3分钟热度。我觉得我有必要做回以前的自己。姑娘，你以前是什么样啊？现在是什么样啊？就因为他的性格，我后来改到可以主动跟他和好，就是有什么事之后，我会主动找台阶，主动去找他聊天。当然他给我的回复也就是好，呵呵，很简短的回复。那你们刚开始谈的时候他话多吗？话还算多吧，最起码每次吵架之后他还会过来说一个别生气了，我们好好的行吗？他还会这样。后来这几次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主动的次数太多了，让他觉得没事，生气就生气吧。这是你想的还是你问过他？这是他这几次他表现出来的，让我联想到的。通过他的表面现象，我判断出来的。当然，我这么判断出来，他也没有跟我说我是不是判断错了，所以我就只能凭着自己感觉走。他判断错了吗？他肯定判断错了呀。那你为啥没有跟我说呢？因为我们俩吵架之后，我肯定不想和你再说。2个人因为都在生气嘛，越吵肯定是。行，我问你一下，咱们吵架之后是分手了吗？没有分手。那你为什么不说呢？吵架之后难道不是男女朋友了吗？难道吵架之后我在你心里边就连一丁点的位置都没有？然后我们心里彼此更加生气，然后想缓和一下。所以男生的逻辑是。对呀，想缓和，你也没有给我一个任何的行动。你听他这个话的逻辑，你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他的逻辑是说，因为我们吵架了，我不想在情绪当中再激化这个矛盾，我理解的对吗？对对对，这是他的理解。激化这个矛盾。你的理解是说，虽然我们吵架了，但是你还得来哄我呀，不能因为吵架了你就不哄我，这是不是你的逻辑啊？对。对吧？不要为这个打架，你要为这个东西打架就很难受了。来吧，接下来一起进入新氧 APP 丘比特问卷。其实我在想，我们看了这段以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男孩特别受委屈，会把这女孩推到我们的对立方。我一开始也是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听长了之后，我坐在女孩的这个位置，我观察她的表情，再看男孩的表情，我慢慢似乎转到了女生这边。因为我是一个女生，我回忆当年我谈恋爱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可笑，因为一个地瓜气成这样。现在这个好像现场都是过来人，但当年我们真的会
为一个地瓜一根玉米气得不行。现在想起来是可笑，但当时就是过不了这个坎儿。而且我觉得女孩在恋爱的时候，就是有一根筋，觉得天下这么多人，我爱上了你，你也爱上了我，你为什么不能对我呵护一点？我们通常都是跟自己想象中的人在恋爱，其实只是这个人突然出现了，我们把所有的想象附加到你身上了。如果你不按我们的想象来，我们就会失望，会生气，就会像这个女孩一样变得伶牙俐齿。虽然我没学法律，但是我觉得当年我们这伶牙俐齿、咄咄逼人的气势一点都不输给她。所以看到她，我会觉得我理解这个姑娘，也许我做的并不好。可能我不完美，我也不那么美丽，不是那么吸引人，但是你是我男朋友，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信任你的人，你也要最信任我，最宠爱我。你应该把我捧在手心里，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我才有信心去真爱这个世界，真爱你。我觉得女生啊都会有这个幻想，你别怪她。你长时间的沉默，我觉得特别是吵架的时候不理不睬，对女孩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小伙子，我这是心里话，我站在他这边，你别怪我。其实我特希望为你说几句话，但是我觉得我是女方家长啊。行，来吧，女方家长说完了，俩儿子的人，男方家长来吧。那我肯定是男方家长了啊。其实刚才我听你们俩的对话呀，就像在一场辩论赛，到底这件事情谁出了问题？而你们通常呢会一起说话，谁都不听谁的，但最后呢，谁先闭嘴呢？男孩，他闭嘴，他选择了沉默，所以这就是你们以往之前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就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么发展下去啊，我觉得可能你们在未来某一天回忆，很感谢对方，因为在我的大学当中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伴，互相督促。叫你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时间，叫你一定要按时的学习，非常好。但是那只是感谢，没有感情，那种情感、儿女情长没有，你们回忆不起来。你回忆的仅仅是他的沉默，你回忆的只是他的无情。而这就是为什么产生了说无趣，无趣很正常啊。因为什么呢？长久持续的爱情的动力一定是找到乐趣的，但没有，恰恰你们两个人都不会为对方制造乐趣。又不懂得怎么去捕获一些乐趣，所以呢，就是在学习当中很难找到互相互动的这种乐趣，就错了，好吗？祝你们幸福哦！就这样，谢谢曲总，谢谢老师。来，夏夏老师啊，我对你的印象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轴，第二个较真儿，第三个太理性，第四个口是心非。你提到一点，就是说。你让他写这个检讨书，写检查，说他迟到的这件事儿。我为什么说你说口是心非呢？其实这件事情你在乎的不是他迟到，但男生他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你外出跟朋友吃饭没有跟他打招呼啊，所以他生气让你写检查，这就是你的问题，口是心非，绕来绕去。你如果在爱情当中争对错、论长短的话，那最后损失的只有你自己。所以千万不要把爱情当中所有的问题都用你的学习的理论去套不上去的。你一直说他沉默，他为什么沉默？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你们两个人的交流状态是无效的沟通，因为只有一个人自说自话，另一个人不说。他不说就是因为你太能说，他根本说不过你啊，他当然就选择沉默了。然后来说男方啊，你刚才提到你说你们现在没有聊天的内容了，觉得没有什么话题可聊了。对，我们聊天无非就是聊过去、聊现在、聊未来嘛。他给你了回馈，他给你了发了一些他现在的心理的状态，或者说感兴趣的话题，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回应，你怎么会制造起这个话题的互动性呢？对不对？对。所以为什么没有聊天的话题，就是因为你没有回应。不管你对这个话题感不感兴趣，你也要做出回应啊。如果你一直是沉默，一直是躲避的，当然他会生气，他会着急了。我看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我也着急，我真是着急，而且累。两个人都执着于自己的那个世界，不能放下，也不能走出来。
但如果真的这段恋爱这样谈下去的话，你们两个人真的确实到最后都会把彼此伤得很深的，因为觉得都不是当初我想要的那个人了。祝你们幸福。谢谢山大老师，来涂老师。女人如果生气，男人选择沉默，说男人冷暴力；男人参与争吵，说男人没度量；男人如果是哄女人，又说男人虚情假意。请问男人到底要怎么做？第二点，从来不会排斥他跟我，哪怕针锋相对，我都是喜欢的。但问题是，他面对的是一个无趣的女人。那要问他觉不觉得我无趣？那至少我所看到的是这样，我不代表他，我只说我的观点。都说女人是形式思维的典范，逻辑思维的障碍，而你恰恰相反。女人的第六感非常准，但又无法用逻辑来陈述自己的道理，所以她们总是在形式上需要男人做出一定的行为，这恰恰是女人的可爱之处。你说的条条都在理，但是你脸上毫无表情的样子，以及你非常理性的逐字逐句的陈述，让人感觉到你不是在谈感情，你是在谈一件与你之外的一件事情，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描述别人的情感。所以我说你是个无趣的女人。我觉得男生固然有错，但任何一个男人面对你这样的女人，估计也是这样的反应，甚至还不如他。1314字的保证书后来改成5210字，他已经做得不错了，你还要整死他？没有啊。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如果你不改变，你遇上10个男人，100个男人有90%跟他一样或者比他表现得更差，只有剩下的10%或1%才有可能成为你所说的那个样子，但结果也处不成。所以说姑娘，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赢了嘴输了情，你有意思吗？到这个时候你倒是笑了，但是是一脸苦笑。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你咋了？又沉默了？不说说你的感受。听完4位老师说的，我也感觉自己确实是做错了，不应该两个人应该相互沟通，我也不能保持沉默，有问题要相互考虑一下对方，不能自己任由自己的个性。插一句嘴啊，他不保持沉默，他怎么办？他又辩不过你，他只有闭嘴，说了也是被你说死，干嘛自讨无趣呢？为什么说的话一定是要针锋相对的那种呢？如果说是凭什么他就要软下来，你就不行呢？你要碰上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我们俩看谁辩得过谁？我软过呀。你软过，在这个舞台上我没看你软过，我只看现在。当初的我看不着，不发表评论，在这个舞台上你字字珠玑呀。那我不知道老师评判的前提是只看这个舞台上面的。我不能不做不客观的判断，我只对我看到的做判断，你们之前的事我看不到。你在这个舞台上，在众人面前都能这样，在平时可想而知，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逻辑。不过挺感谢的，客观的判断也让我收获了很多。就老师刚才说的一番话，我很感谢你在表扬我们的时候都这么理性，以后多拜托你拿点表扬给他，鼓励他。其实女生，我觉得有一点大概你特别要汲取一下，倾听。我觉得倾听你不仅仅是听他，就在今天这个现场，其实4位老师每个人跟你说的都说了很深的一些生活道理。这4位老师，你有没有认真的倾听呢？其实你就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就行了。首先想这个男生是不是你真喜欢的？如果不是，就算了，咱们不为谈恋爱而谈恋爱，好不好？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今天来到这儿，我也明白了许多的，之前是我们2个人相处可能是有问题，但是来到了这儿，我也是想挽回这段感情，希望我们在今后能够
相互多一点理解包容，然后我也会改掉我以前做的一些不对的事，只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好好的发展。毕竟我们之前也曾有过相处的也挺好的，我不想因为这些小矛盾而失去了这些成为一辈子的遗憾吧。你说遗憾呀，其实我觉得都是些小事，这些道理老师今天说了，就算老师没说，我之前也明白，我也可以做出退让。可是你今天把我推到了。好了，时间到啊！谢谢两位，请回吧啊！谢谢。来，请关门，请关门，来吧，看结局吧，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住保护你。就在一起，一生相守不弃。干嘛呀？这也不高兴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可以浪漫一下。之前是我做的不对，就想和你冷战，然后现在我也知道我的错了，然后我们以后好好相处吧。来，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两位啊。广播里那首歌曲，是否当时那条街那个你相同的桌椅。好了，祝他们幸福吧。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是在校大3的学生，至今交往2年了。当时看见他的时候，就是感觉他特别的阳光，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有个性，所以才选择了他。就感觉他特别帅呀，然后他小眼睛特别迷人，人也特别幽默，特别阳光、积极向上。现在我们都没有共同的朋友，他融不到我的朋友圈，我也走不进他的朋友圈，总是有一些隔阂。他做事呢特别拖拖拉拉。让他做一件事情，总会往后延了很久很久。他事事都想管着我，我觉得都给对方一些自由的空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咱们谁也不干涉谁。我们总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吵架，他说话特别伤人，说的话句句扎心，他也从来不会哄我，还要把一点小事无限扩大。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男嘉宾小娜，21岁，来自黑龙江，学生。女嘉宾小胡，20岁，来自哈尔滨，学生。欢迎两位哈。今儿是谁要来的？是我要来的。哦，从哪儿开始说？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关心我，不关心，特别不在乎我。就有一次我都发烧了啊，然后他还和朋友出去玩，他还吃饭很晚都不回来。你体谅我一下，对不对？因为我是跟人办事出去办公室，人家请吃饭很正常，我就去吃个饭而已啊。我很快就回来了。那我体谅你，你是很快吗？我发烧你还和人吃饭，还在乎面子呢。我跟你主持人还有啊，就是养狗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你说你养狗吧，你说喜欢狗也就罢了，说养狗，第2天立马去狗市买的狗，买狗我说买小的不行，必须买大的，占有率比我都高，天天让狗在我睡觉那个地方趴着。你说白天地方是狗的，晚上是我的，你说有没有细菌呢？我一说有细菌不让它抱，不听，不行。那他不是洗澡吗？那洗澡也有细菌呢。那有细菌，那你买的时候你又没有那么就是强烈的去阻止我说不许买。我怎么说的？我说我不喜欢狗，不让你养狗。哎，这你们俩现在不都在读书吗？狗在哪儿养啊？没有，现在我们两个实习了。哦，还有别的吗？他特别懒，就我有一次我回家一趟，然后也就1个月吧。我回来的时候感觉家里就像个垃圾堆，就跟垃圾堆一样的。那屋里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就连床上都是乱七八糟的。
你当时一看的时候，你根本想象不到这儿住人了，而且你把那个被啪就一掀开，你能发现里面全是垃圾袋儿。哎呀，就是我吃点薯片啥的就放床头，第二天我再扔了，这种情况。你说的那我恰好赶到你积攒了好几天都没有扔呗。还有什么呀，姑娘？我俩朋友圈还融不到一块儿。啥意思？你们不是同学吗？我俩不是一个系。嗯。然后再说了，家里朋友也不一样嘛，然后我就领他上我家里朋友这边一块吃个饭嘛。嗯。然后他在桌上他就鼻子不鼻子脸不脸的，然后他还说呢，这是因为我不熟，就玩手机。那你说最起码你说2句话也对呀，是吧？他就玩手机。问他吃什么，我不想吃，我一会儿再吃。那人家都吃完了，你再吃呗。你咋不说你搜底呢？那我可没鼻子不鼻子脸不是脸着，毕竟是我第一次见面不认识嘛。当时我感觉那么些小姑娘就我一个男的，我多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我玩手机啥的。哎呀，你们这日子过得啊，真是悠闲啊！养狗。朋友聚会，哎呀，这小日子过得真好。还有点什么呀？还有就是咋的呢？就是他吧，就平常小姑娘逛街啥的，买点东西很正常嘛。啊，你本身家里有挺多样口红的，就基本上色儿都差不多了。嗯，哎，出去逛街就往口红盯。我说你这不有了吗？不行，我就得买。那口红那又不一个颜色，那红还分很多呢。那你说我不能就用一支口红吧？那你也不能就是见口红就看看就得买吧。那说到这我还想起来呢，那你买衣服你咋知道就买黑色呢？你说这事儿我就要气死了，主持人，我跟你说啊，这夏天不让我穿黑衣服，你知道吧？把我黑衣服全撇了。那夏天穿黑衣服多闷呢，人就给你买了白。那我就不愿意看，我就给你撇的呀。还有啥呀，姑娘？我听明白了啊，反正就是也不干什么正经事儿呗，购物呗，看养宠物、购物。这个朋友一起吃饭，行，我们再听还有什么？也没有啊。那你说我去考试的那次，考试特别气人。终于有考试了啊！考什么？特别就我去那个是一个选修课，我去考试。那你说我考试的时候，我们2个说完考试完一起去吃饭吗？还是吃饭，跟考试没关系啊。接着说吧你。但是你说多气人，明明我都说了，我说那个考完试咱们一块去吃饭，然后。结果我考完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的我完事儿了。结果他在网吧说那行，那我这把游戏我就不开了。结果我再过了5分钟再打电话，哎呀，你等一会儿吧，我玩游戏了。他还觉得他根本不错。哎呀，谁知道你考试5分钟就考完了？那考啥试啊？我也不知道5分钟就考完了。当时我在网吧玩游戏，他是当时说你玩完这把你别玩了，你等我一会儿。其实他刚要电话的时候，他还没考试呢。然后我正好玩完了，我寻思这考试咋的不得1个小时2小时的呀？我又开一把，刚开游戏，然后他这边电话来了，我考完了。我说你考这么快，5分钟就完事儿了。我说我又开一把，当时不乐意了。我说我退游戏找你去不行吗？不行，就生气了。那既然我都说把游戏退了，我找你去都不行吗？那你当时你没有啊？你让我等你一会儿，而且在这之前就已经等你1次了，然后去上课都没有吃饭。不是，你听我说啊，就是每次都是。我俩就是一吵架吧，就小事你知道吧？他都给整大了，都得。人都讲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不对，越整越大。你说小事化小，那你应该这样啊，你应该说的哦，咱俩一吵架了，你最起码你要哄哄我吧？你哄哄我的话，咱俩能那样吗？能把事情变大吗？你告诉我吗？你告诉我别跟你说话，这不都你吗？那我告诉你别跟我说话，你就不跟我说话呀？那我听你的吗？你不？那你听我的，我说别的时候你咋不听呢？我让你收拾屋子，你怎么不收拾？我让你刷牙，你咋不刷去呢？这是你们俩的日常吗？基本上吧，天天斗嘴呀。啊，他基本上天天没事就跟我斗嘴。你说有时候吧，你说说实话，我俩都能吵起来。行吧，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我们一起进入信仰 APP 丘比特问卷。这人的一生当中，只要想吵架，你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所以我想啊，你们俩其实就挺爱吵的，可能通过吵，是不是觉得这感情还不错？就彼此都有存在感，因为你否则的话，就这么小的事儿，可能在我们看来都特别可笑，也能成你们不断争执的一个理由。无非是小孩斗斗气，但是呢，可能从年轻人的角度又觉得这些小事儿吧，不说出来心里又不痛快，总想一吐为快，总想找个理由跟你争执一下，希望你服软。所以我觉得都没什么大事儿。谢谢。好，谢谢周群老师啊，来曲总，哎呀，女生是不是老想管着他？
你说如果你一直的管他，一直干涉他的自由，慢慢的你会成为什么？管家婆哟。所以他一定不会把你当成小公主那么去疼爱的。所以啊，你如果想让自己被对方像公主一样的宠，你就拿出你公主的样子，你不要管那么多。你们之间的问题根本不用在这个舞台上来跟我们去展示。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处理这些小问题的智慧，你们不会谈恋爱。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开始会谈恋爱？对不对？就这么磨合的起来，慢慢的找到对方的身上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慢慢的去成熟起来的。磨合期是一定要必须的，就关键看你们能不能度过这个磨合期。就这样。谢谢曲总。来，莎娜老师啊，你们吵架吵的也没有意义，吵得特别的无聊，因为你们两个人生活的就没有意义，就是每一次的吵架都是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琐事儿引发的这么一个大的争吵，因为你们的生活的看到的只是眼前的这么一丁点儿的小事儿，并没有把眼界放宽，看到生活的美好。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应当要做的是放下眼前的小世界，打开你们的大世界。除了两个人每天揪着的那一丁点儿事儿之外，看看生活其他美好的地方。转换你们的矛盾，转换你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情绪，好吧？生活是乐观的，而且生活也是快乐的。你看你们两个人这么年轻，俩人都愁眉苦脸的，多不好呀，对吧？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涂老师。事实上，在你们俩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们特别享受。而且你们谁都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比如说，当主持人说你床上那么脏，放了一些什么东西，男孩脸上是露出了那种不好意思的样子，说明你们都知道自己哪个地方错了，但是依然忍不住要以这样的方式来互相调侃对方。所以吵架没有关系，吵架也不一定要有意义，只要有意思，尤其是你们俩觉得有意思，那就挺好的。但关键是吵过之余，每个人还是要清楚自己的不对的地方在哪儿。吵的时候可以犟嘴，可以倔强，但是在实操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改变，好吧？见吵见欢，就这样。好，谢谢。像曲总所说的那样，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连这么一点小矛盾都解决不了，你们还谈什么恋爱呀？好了，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盘的地方。咱俩在一起时间也不短了，怎么也有2年多了。包括刚才你在台上说这些，我就这种各种毛病、缺点，我以后可以改。我也希望你就是不要太强势，不要什么处处都想管着我。我希望我们以后能越走越远。谢谢两位，请回吧。啊，谢谢你们。来，请关门。来吧，看结局吧，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就站出保护你。哎，谢谢送给你们。谢谢。谢谢你们，请回吧。